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他的下一章，我是主播布布。大家好，我是主播 Lila。 今天这期节目是我们的特别专辑茶话会，我们要聊的是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话题，减肥。在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我的搭档布布完成了一次让身边所有人都为之惊叹的转变。布布，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体重和体脂的变化吗？我从生完第2个小孩，疫情之后的63公斤减到了47公斤，体脂应该是从 30% 降到了 13%。哇，所以你整整减掉了16公斤，体脂也掉了 17%。对，哇，而且我可以看到是完全没有反弹的。同时呢，我也能感受到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还有能量场的变化。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代表我们的听众们和你进行一次非常深入的聊天，来探寻这组数字背后关于生活态度、身心关系改变的真相。谢谢 Lila， 也谢谢大家的关注。说实话呢，这2年半的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不同于我以前很多次尝试的比较极端的减肥方法。那这一次能有机会系统的聊聊这件事情，对我自己也是一次梳理。当然今天我会分享是怎么减肥和一些具体的方法，但我更多的是想分享这段时间里如何找到一种让自己更舒适、更有力量的生活方式。减肥想要稳定不反弹，肯定不是一个技巧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彻底的改变自己生活的状态，这样才可以维持。其实我还很感谢之前看的很多段永平的投资理论，特别是他讲长期主义这个理论。本来是说投资这件事情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要从长远的角度去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件事对我减肥的启发非常大，减肥也是需要用长期的眼光来看，才能真的做到和持久。那我们就聊一聊你是怎么开始的这件事情吧。其实我们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应该也是要到年底圣诞节期间了，然后我发现身边很多的朋友会在年末的时候给自己定一些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新年的愿景。减肥肯定是很多人的这个愿景之一，大家都会说新的一年我要减10斤20斤，我要什么吃得更健康，运动得更多，就是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时刻，就是宣告说我要开始减肥了。但是作为你的好朋友，我们常常见面，我却从来不知道有一个时刻你是宣告说我要减肥这件事情，只是慢慢的大家发现哇，布布怎么瘦了这么多，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开始想要减肥的呢？我特别有同感，你说每一年的新年愿景都是减肥这件事情，这个其实从我生我第1个小孩大概8年前开始，我也是这样，我就觉得这胎生完我一定要减肥，一定要减肥。但是其实当你减肥这件事情是作为一个目标去做的时候，反而是非常难做到的，因为你不知道我到底吃这么多苦是为什么。然后我就会在每次减肥的第3天、第5天没有看到结果的时候就放弃了，因为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太难了，我做不了，然后慢慢的就接受这个状况。那我这次真正减肥的起点，反而不是对于一定要瘦下来本身这个事情的执着，而是觉得要夺回一种对身体跟生活的掌控感，然后就是让自己回归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状态为基础的。我就记得契机是在疫情之后，当时呢不能出去旅游，只能在家里天天吃饭。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做饭，就是爱 host 的这种。对，布布做饭特别好吃。对，就是我当时疫情的时候很喜欢在家里做饭，然后邀请邻居周围的朋友来，所以我当时就记得我那个时候所有的开心、期待和我多巴胺分泌都在吃饭这件事情。就是早上起来想我早饭吃什么，早饭还没吃完就在想那我们中午要不要吃这个，晚上吃什么。所以就当你的注意力都在这些事情的时候，老话说得好，身上的肉都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自然疫情结束，体重就是达到人生巅峰63公斤。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是23年6月30号，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是跟我一群很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是妈妈，然后我们在香港一家川菜店吃饭的时候，我当时就是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跟自己讲说，这个就是我放任自己吃饭的最后一顿饱饭。所以我印象非常清楚，就是7月1号开始，
我就跟自己讲，我一定要改变我这个生活状态，就是我每一天开心的点一定不能是在吃饭这件事情上。你是有一个时刻告诉自己要开始了，但是你不会说把这件事情发到朋友圈上，所以你的这个最初的动力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他发朋友圈说我要减肥，然后开始打卡，每天去健身房，只是想要告诉其他人自己在减肥，他的动力更多的是说想告诉其他人我要变瘦，但是你的动力完全是来自你自己内心的想法，就是我想要变得更好。对，但是我也试过打卡的这个阶段，我倒不是发朋友圈，但我当时有一些 app， 我就会自己在 app 上记，我一定要在多少天内做到怎么样。但是我发现，当你给自己巨大的压力的时候，你其实是像完成作业一样，像要去应付一门考试一样的去做这件事情，它会让你非常的不享受这个过程。但是当我不是作为一个 KPI 当个一个工作去完成的时候，而是你自己真的是享受你减下来你上秤的那一刻的那个开心的时候，反而是我可以持续的把这件事情做下去的一个过程。是的，是的，这样的 app 我也有不少哦。好，下面我们来上干货了。所以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减下来的呢？好，从我们说要聊这期开始，我自己其实有回溯一下，我觉得是3个点。第一，管住嘴，这个就是老生常谈，但是一定要管住嘴。我们等一下我再回头慢慢讲。第二个就是你要真正有效的完全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然后第3就是刚刚我有提到的多巴胺转移。那回到第一点说管住嘴，就是我每一次减肥的时候，我都跟自己讲要少吃，但是我当时对这个少吃的意义，我并没有一个很真实的理解。我就会觉得 OK， 我今天是吃一个水煮鸡肉，那我其实吃整个一块鸡肉，我是不是就会比我去吃一顿火锅更好？但其实你吃进去的东西总量就是高的，那你就是瘦不下来的。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戒碳水，我觉得碳水是不好的，但是呢，我整个人是一个非常爱吃肉的人，那我就去吃牛排或者我是吃虾，但是其实你总量在吃到很多的时候，不管你吃的是什么，它还是会带给你很多卡路里的。所以我后来就发现管住嘴的真相就是要少吃，就是不管你在吃什么的情况下，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你就是要少吃。比如说我今天10成饱是吃这么多东西，那我在减肥的最初期，我就是让自己只吃5成。然后当你可以适应5成以后，你就再慢慢把这个5成，就是你新的10成，再减5成，就是一点一点的减下来。在最初期当然是最难的，因为你要彻底改变这个饮食的习惯，那么你就不要给自己设一个非常不实际的标准，你不要想啊，我这5天我就是怎么样吃，或者我这5天我一定要减多少公斤，就是不要想这些，我就是在每一顿饭我入口的每一口当中我都减半。但是你不要去追求那个立刻可见的结果，但是当你的食量慢慢在缩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人的整个精力、胃口都是会随着时间慢慢缩小，然后慢慢习惯你吃到的这些总量的。所以就是我发现经过了最开始的1个月以后，之后减肥是有惯性的，你不会觉得特别的痛苦，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习惯我每一顿都不是过量的那种饱。而且我现在回想，我会发现疫情的时候吃很多东西，其实并不是让你感觉饱，很多时候我们是会感觉过量。就比如说我中午吃完饭以后，我下午可能长达1-2个小时，我整个人是非常非常困的状态，就是因为我所有的血液和能量都在胃里，都在消化那些过剩的东西。但现在反而我每一顿都是在快要达到饱感之前我就停，我下午的精力是非常好的。所以听下来就是你是在给自己身体一个时间去适应，就好像我们说的21天你就能有一个新的习惯。对，这个是真的。我觉得21天这个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符合人的身体机能的一个时间表。但你在这21天以内，你不要想着我一定要减5公斤，这种压力反而会迫使人去放弃这件事情，因为你不享受这个过程。我就记得我最初期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我只要每一顿我都不吃到很饱，那我就是一个进步，我就一定会比我1个月以前瘦。然后但是那1个月我是不上秤的，
就我不去看它有没有效果，但是你会知道，只要我持续的注重当下，每一顿饭我都做到这个，那我慢慢就是会瘦下来。最后真的在可能到21天到1个月的时间内，我就是轻了很多。所以我觉得真正有效的方式是你要完全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这个是我刚刚讲的第二点，我想要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技巧，就是我当时有一个迷思，是我非常的喜欢吃午饭，然后我就觉谁不得爱吃午饭呢？当时我是一直觉得午饭是特别重要的一顿饭，而且当时脑内呢就会想，哎，午饭再吃多也无所谓，我最后不会胖。但是还是刚刚讲的，你不管是什么时段，不管你吃的是什么东西，你就是要控制总量。所以我那个时候要解决自己老是坐下来2个小时吃很多午饭的一个方法，就是我改变我吃饭的时间，就是我能够很容易约到很多人跟我去大吃大喝一顿午饭的时间，我就专门把那个时间去约一节网球课，或者是去银行办事，或者我去邮局寄东西，去超市买东西，就是我一定要把12点半到1点半的这个时间分配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那当你在忙于另外一件事的时候，你的脑子就不会一直想着我要吃饭，我要吃饭。当你有时间有精力坐下来在想，诶，我这个时候要吃什么的时候，其实差不多就是1点半2点了。那个时候其实大部分提供午餐可以让你坐下来就是大吃一顿的地方已经是没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变相的，可能我2点钟吃一个比较少的轻便的一个三明治啊，或者是一个快餐，但是是健康的，我还是做到我不吃到完全饱，我只吃一点点。那这样的结果就是我可能一开始是2点钟吃，后来我就可以慢慢的推到2点半3点我再吃这一顿，而且你不会吃的那么多。晚饭呢，我是一个坚持一定要6点吃晚饭的人，就是我几乎不会超过7点以后再去吃饭。那当你的午饭是在2、3点吃的时候，晚饭你也不会特别饿了，你不在特别饿的状态下吃晚饭，就也不会吃的特别多。夜宵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适应我的一个方法，是我本来就不太吃夜宵，也不太吃零食，所以我当时有的时候真的饿的话，我就早一点去睡觉。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你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我的生活方式是这样，所以我最后的这个方法对我自己来讲就是有效的。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因为工作你吃饭就是要很晚吃的，那你可能需要找一个自己的办法，怎么能够减少你这一天摄入的总量。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关于你说吃午饭大吃大喝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我刚来香港感受到的一个文化冲击，就是可能在东亚地区，大家有这么一个公司有午休，可能午餐之后大家会睡一个小小的午觉，这么一个文化习惯。但是在北美，我在北美工作的时候呢，是没有吃午饭这么一个概念的，啊，对，大家就是在公司楼下买一个三明治或者买一盆沙拉，嗯。10分钟在办公桌前吃完就继续工作了，也不会特别困。反而是你中午大吃大喝，比如说我可能会约中国的同事去吃一顿川菜，那下午简直就是困得不行。就是反而你中午吃的更轻便的饮食之后，你下午的精力是更饱满的。是的，你的身体其实是不需要这么多营养的，所以这个就讲到多巴胺转移。就是我发现，当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永远是第一口让你特别特别的开心。我是一个四川人，我还是会非常想吃火锅。我曾经就试过，我不吃火锅，这个就是会让我吃很多，但是一旦当你强行的去压抑你的一个欲望的时候，这个欲望通常是会反弹的更厉害。那我就会发现我在强制压抑自己不去吃火锅的情况下，第3天、第5天或者第2个星期，我会大吃一顿火锅。对，所以就回到你刚刚的观点，我当时就是发现我的多巴胺转移的方法是，我如果想吃火锅，我就告诉自己，我这周我就吃一次火锅。可是当我满足自己吃火锅这个愿望的同时，我还是做到我少吃。就可能以前我一盘牛肉我可以吃半盘，那我这次就告诉自己，我去吃火锅，我享受这个第一口。但是当你其实真的过量的时候，你不是因为吃到这个东西而开心了，你就是一个惯性，你会觉得啊，我好不容易吃到火锅，我一定要把这一盘都吃完。其实你不是的，我最后就变成我这一周是我的火锅日，那我下一周我就有一天是吃牛肉面，
然后我可能再下面有一天我就是想吃烧烤，那我每一次想吃的时候，我都给自己一个时间表，我下周的这个时候我就能吃到。那你心里其实知道我这个愿望是会被满足的，那当你满足的时候，你再去调控我到底是吃10串烧烤还是吃2串烧烤，这是一个更容易可以 manage 的一个事情。真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延迟满足，对对，吧？对，但是呢，你的多巴胺其实还是得到了满足的，你还是吃到了你要吃的。我还有一个多巴胺转移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对在吃饭上获得的乐趣，转移到你知道自己靠意志力可以做到一件事情的乐趣。我除了第一个月没有上秤去称自己，因为我想要这个变成一个习惯，彻底的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以后，再开始慢慢的监测我的这个进度。但我从第2个月开始，我就基本上是每天早上我都会上秤。每天早上上秤的原因呢，就是我看到自己变轻的时候，你的那种多巴胺的满足是会远远超过我昨天多吃了一口牛排的满足。你那个时候是真的一种对自己能力和自制力的一种开心和骄傲。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当我看到一个奶茶的时候，我可能第一反应不是让我喝它一口我就会很开心，而是我会想到我今天不喝这一口，明天我会看到的一个变化。你还记得自己1个月之后第一次上称的那个数字是多少吗？我第1个月是瘦了2公斤，因为第1个月我是从63开始，那个时候是算大基数。63不算大基数吧？你身高有1.7米吧？对，但是就在我的人生长河里面，63是我的顶峰，所以我第1个月反而是瘦的比较快的。但是之后呢，我想要分享的一个就是，还是回到刚刚说的，不可以老是按数字来评判自己减肥有没有成功，因为一旦当这个变成是一个项目一样，你有了成功，你就一定会有放弃的时候，就是你要让它变成一个细水长流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会发现，在我减肥的2年半时间里，我从63降到57，我的体重是一直稳定的在往下走。可是当我到达57以后，我有长达可能2个月的时间是完全没有变化的。就是进入了瓶颈期。对，然后那段时间我其实内心我有想过，这可能就是在我的身高情况下，身体最平衡的一个状态，我应该不会再瘦下去了。但是呢，就还是刚刚说的，因为你改变的是生活状态，我并没有把我的状态改回过去的那个样子，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项目，我完成了我就放弃了，我回到最开始，那这样就一定会反弹。就是因为我继续坚持了我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所以在57停顿了可能有1个半到2个月的时间之后，我的体重慢慢又开始往下走了。所以我是记得我从57、55、53到50都是有非常长的停顿时间的。我现在具体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但是我曾经可能有3个月的时间是都没有变过的。但是我在这3个月以内，我还是保持每一顿饭我都不吃到饱，我都是就是稍微有一点饱我就停，最后就发现，诶，其实你的体重会在经历了平稳期，就是你身体适应以后再往下走。所以我现在是达到了一个就是真正很平和，然后也不会再往下降，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我很痛苦，就是我每天是一个很自然在吃饭的过程中，只是自然而然之间，你的食量和你身体所需要摄取的营养就变得少了很多。所以听下来让我感觉，就是减肥这个项目不是一个短期项目，应该是一个人生项目。就是它不是说你达到了你的理想体重以后就停了，你就又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而是你接下来的日子要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你才可以做到不反弹的这么一个效果。对，我是把这件事情就想成你学游泳，如果你学游泳的目的是我要学会游泳，那你在学会游泳的那一天你就会放弃。但是如果你学游泳的标准是我想要变得健康，我想要游泳变成我的一个终身爱好，那你就会一直游下去，那你就可以一直保持下去。所以我觉得减肥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体现。那我想再问布布几个具体一点的问题，因为你刚才说管住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关于健康饮食的一些方法，比如说生酮饮食呀，或者是低碳饮食，还有人会做断食或者轻断食。那你是用哪一种方法做到减轻体重、管住嘴的呢？
其实在这次成功以前，你刚刚讲的所有这种方法我都试过。我试过生酮、轻断食，我还试过一个非常极端的叫21天减肥法，还有像订阅健康餐，这些我全部都试过。但我最后全部都失败了。是的，是因为我发现减肥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就是每一种方法和你当前的生活状态一定要匹配，还有你这个人的状态匹配的情况下才会有效。比如说生酮，我当时是非常严格的按照生酮饮食的原理来吃饭的。生酮的原理就是说你戒糖，然后戒碳水，因为碳水里面也是产生糖分的，但是呢，你对肉类、脂肪类的吸收是完全不停，就是你可以吃很多很多的肉，但是你完全不要碰糖和淀粉。我试完生酮以后，我是完全没有效果，而且生酮有一些副作用，就是你会情绪低落，然后你会难以集中注意力，这些我也是完全没有的。但我后来就意识到，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我就不爱吃甜食，而且我本身对碳水的摄入就是没有特别多的，所以我后来意识到这个方法其实对我来讲跟我平常的改变是不大的，所以我后来的方法就是有点像生酮，但是我只是在生酮的基础上是吃的很少，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有用的方法。那我想说轻断食和断食21天减肥法，轻断食呢也是，它是说你不吃晚饭，或者是说你早饭很晚才吃，让身体有一个很长期的休息的状态。但是这个方法其实跟我平常的饮食习惯也是已经很类似了，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本来就不太吃零食，我也不太吃宵夜，我的晚饭本来也比较早，那我其实晚饭到第二天早饭的那个时间之内，我本身就是吃的很少，所以我后来很快也意识到轻断食对我来说其实效果也不大，我主要的问题还是因为我每一顿的摄入非常的多。OK，而且可能作为一个成都人，我每一顿对油和对盐各种调味料的摄入是非常大的，就是会让你很开胃，所以你就吃很多，就很重口味。你说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尝试过轻断食，就是大家常说的16-8断食法，就是你一天的摄入要在8小时内完成，然后剩下16小时不要吃东西，它就是想让你的身体进入一个断食的饥饿期，这样子它就会开始消耗你的脂肪，而不是只是消耗这个碳水化合物转化成的糖分。然后我尝试了1个星期，有2个副作用，一个就是那8个小时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饿，然后可能8个小时内吃的东西比之前一天吃的东西要多很多。对，所以其实你的总量还是增加了。然后如果我还是控制总量不要增加的话，我的免疫力就会下降，然后我通常1个星期之后就会大病一场。就说明这个方法其实是不适合你的。对。对，我还试过21天减肥法，但这个是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这个减肥法是非常极端的，但是在当年是很流行的一种。回应你刚刚的那个21天改变习惯嘛，21天减肥法就是前3天是完全不吃，只能喝水，什么都不可以吃。那不就像辟谷了吗？对，就是完全严格的辟谷。然后从第4天开始的8天时间，你是可以吃，只能吃蔬菜，就是不能吃淀粉，也不能吃肉，就是蔬菜果类，然后你的脂肪是从一些坚果类来补。然后它的原理就是说，你经过了这段时间以内，其实你身体里所有的油脂跟不好的东西都已经代谢出去了。那最后的11天，你就是要吃之前的6分饱。可是你其实到11天的时候，你整个身体已经没有那么需要能量了，所以6分饱是很容易做到。我当年呢，就是只有20多岁的时候我有试过，然后那个时候凭钢铁的意志我真的是做到了，然后效果也非常的惊人。但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当你把这个当做一个项目去做的时候，你到了21天你就会停止这个行为。所以我那个时候因为觉得减肥的过程很痛苦，没有特别快的反弹，但是我大概在3个月以后还是慢慢的反弹了，因为你又捡起了你以前的生活习惯，就是这个一斤一斤一斤的就又加回去了。所以这一次呢，我是完全杜绝使用21天减肥法，而且我是觉得至少对我个人来讲，断食是一个不是特别健康的问题，我那个时候的月经各种的周期都是完全乱掉的。
对对女生来说是会有这个问题。而且你说的这个21天减肥法的这21天的这个生活的这么一个习惯是不可持续的，是的。因为它是反人类的，就是你肯定会在结束之后回到过去的生活习惯，而不是说你养成一个很好的可以持续一辈子的生活习惯。是的，是的，就是当你强烈的去压抑一个欲望的时候，它是一定会反弹的。还有我试过的订阅健康餐，这个也是当年很有名的一种，就是你在网站上去订我的减肥餐，然后呢，它就会故意做的非常的健康，可能只有鸡胸肉、三文鱼，然后配送到你的公司。这个听起来很不错呀。对，而且它的食谱其实看着每一天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帮你做好，然后它送给你。这个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但是我后来经过自己的实验发现，它是不适合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成都人，就是你觉得它不好吃是吗？对，就是佐料和口味对我来说就像我的灵魂一样，就是当我所有吃的东西都是一个很健康水煮状态的时候，我的欲望就是会反弹，就是我一定会在一个时间需要吃一顿多油多料，然后有油碟的那种东西，所以就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我还试过减肥药的方法，之前不是很有名的一种就是胰岛素或者打针或者吃药，我也有试过。一开始是3毫安，然后3毫安呢，它就会让你做到一种你生理性恶心，就是你是饿的，但是你看到食物的那个瞬间你是恶心的，可是它的药效很快会被你的身体适应。所以我后来就变成要用7毫安、10毫安，但是你知道，如果你不用自己的意志力去控制这件事情的话，你只是靠一个外力介入，你的身体迟早是会完全习惯，那你不可能无限的去加大这个药效，这个只会有特别大的副作用。所以后来我也是停止了，就是你还是需要靠自己去改变生活方式的方式，去让这个习惯可以继续。对，这个药我也听过哈。就是好像美国很多名人也会用这个药来帮助他们减肥，但是我有听过医生讲，这种药是比较适合那种因为工作和社交需求不得不在某些时候大吃大喝的人，就是他可以在你要去大吃一顿应酬之前用这个药的话，可以缓解你这一顿带给你的这个伤害，但是它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方法。对，所以我当时自己的方法，在一开始我不去大吃大喝的社交，后来呢，就是你其实可以躲避1个月、2个月，到后来就发现没有办法，可能工作关系或者有一些，而且你是E人呀，怎么可能不社交呢？那我的方法就是我不强制自己不社交，但是我把社交大量的提前到中午饭的时间，而不是晚饭，然后在这个程度上我就会稍微控制一点。然后到后面我可以慢慢真的自己做到我每一顿都不过量的吃东西的情况下，那我就不怕我晚上出去跟人家社交，因为我就算出去了，我面对这些食物我也可以做到我只吃60%。对，就是还是要改变一个自己的方法。而且社交的时候你也可以少吃一点，或者不要吃那些不健康的东西。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不存在一种对所有人都有用的完美方法，主要是你要分析自己吃饭的一个饮食，然后再看你怎么样可以在自己本来就有的生活习惯上，你每个人的基因、肠道菌群也是不同的，那对别人有效的方法，对你来说可能就是地狱，你根本坚持不了。但是有一些方法可能对你来说并不是那么的痛苦，但是你是可以做到的。我还有一个体验呢，就是任何需要你与正常社会生活完全割裂的方法都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自己正常的生活，比如说你的家庭聚餐、朋友聚会，或者你工作需要，你就是有很多的酒局需要去的，那你只能在自己本来就有的这个正常的生活框架下去研究一个对你自己来说有效的方法。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任何方法的有效性都是要建立在你跟自己的身体合作愉快的情况下。就是如果这个方法是让你感到巨大的痛苦、焦虑，或者是说让你的身体变得不好的情况下，就算它是有用的，你也一定要停止。一定有一个更健康是可以持续的方法，
你只是需要一些时间自己去慢慢的发掘。所以这个减肥方法确实是因人而异的，不能人云亦云。就是你在网上看到别人一个很成功的减肥案例，你就想去复制，但是它不一定是适合你的。对，我是一个 ENTJ 嘛，所以我当时的办法就是，我如果看到一个方法，我会大概去试验一下，我可能花个2-3天的时间去感受这个方法到底对我有没有用，如果没有用，我就立刻停。我觉得你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你都可以去尝试，但是最后还是要看你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最最适合自己的。而不是嗯。盲目的去跟随一个现在比如说哪一个明星的减肥法，或者哪一个食谱，它一定要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容易做到、可以持续的，那你再去做。那看来你是尝试过很多方法了，那在这些尝试的过程中，有没有踩过什么坑呢？有，这个坑呢，可能大家很难理解，我的坑就是运动。运动，对，但是大家不是都说管住嘴，后面就是要迈开腿吗？是，所以你看我刚刚总结的时候，我就专门只写了管住嘴，因为对我来说坑就是迈开腿。我当时减肥最初期的时候，我有尝试过有氧运动，因为说有氧运动是燃烧脂肪最有用的一个方法。但是对我这个人来讲，我一旦开始有氧运动以后，我会有一种非常莫名的配得感，我就会觉得我今天运动了，所以我可以吃，吃了我也不会胖。这个是我踩过最大的坑，就是我当时有花很长的时间在试错的时候，我就每一天去2个小时动感单车骑车，我真的是累到我的腿没有感觉。但是我骑完车以后，我就特别开心的去吃东西。后来大概坚持了1个月以后，发现不但没有轻，反而还重了。但是我那个时候还自己安慰自己说，这个长的一定是肌肉。直到我去了健身房的那种专业的秤，发现完全不是。后体脂没有来变是吗？对，后来我就意识到，如果你是一个高强度的，像游泳、动感单车，可能你40分钟的运动可以消耗的卡路里只是300到400的样子。那都还没有到一个汉堡包的热量。对，可能其实就是你吃的一个甜品，或者一个面包、一碗饭的对，热量。但是因为你做了非常强效的运动，你自己心里会觉得我现在吃饭是无所谓的，那你其实会更放松，你会吃得更多。所以我一直觉得运动和减肥是2件分开的事。运动是会帮助你整个人变得精力更好、更健康，但是如果你要靠运动本身去减肥，这2个其实是分离的课题。对，我也想说，运动真的很难给你带来立竿见影的这种减肥减重的效果，但是真的是对健康还是很重要的。比如今年我的体检报告就显示我的血脂有一点点高，虽然没有超过临界点，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临界点了。然后医生给我的唯一的建议就是做有氧运动，就是说有氧运动不仅仅是一个减脂的运动，它也是会帮你提高你的新陈代谢，让你的能量更充沛的一种运动。所以我确实以前非常不喜欢有氧运动，我很讨厌跑步。但是呢，我现在就试图找到一种让自己感觉舒适的有氧运动，就是快走和爬山。对，我是想分享，我其实这几年有一个新的爱好，就是高尔夫。然后很多朋友见到我就会说，诶，你是不是因为打球让你瘦的？可是高尔夫的运动量看起来没有很大哎。对，所以其实这2件事情，你要在数字上看，是对减肥没有任何帮助的。可是呢，高尔夫它要求你有很多的户外的时间，然后你打一场球就是4到5个小时，然后会走很多的路，所以你从单位时间消耗来看，它其实是不如跑步的。但是它要求你的高度专注，然后你在自然中行走和你跟朋友聊天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会把你的精力和你的注意力从我下一顿饭吃什么这个过程中完全拉走。所以你会在长达一个4-5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是达到一种内啡肽的快乐。就你会第一延长你下一顿饭吃饭的时间，第二你就不会随时都在想着我要吃什么，它也是让你形成一种新的健康生活的一个部分。难怪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打高尔夫，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功效。对。
我发现很多精力比较旺盛的朋友会觉得我正常吃，只要我多动我就会瘦，其实你是不会的。你多动可能会让你的心肺功能更好，会让你的肌肉量更大，但是你要肉眼可见的减肥，可能真的是99%都是要靠你管住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这2年没有瘦下来了。好，那问题又来了，现在到年底了，都是大家所谓的 holiday season 节假日了，有圣诞节呀、元旦呀，紧接着就是春节，一个大吃大喝的季节到来了。那在这种时刻，这些无法避免的社交啊，或者是家庭聚餐，你是怎么把握住这个诱惑的呢？我先讲我自己本人啊，因为我现在已经可以做到，我每一餐我不会吃到非常非常饱，所以呢，其实我面对这些聚餐也好，诱惑也好，会反弹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了。那我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会把这些聚餐的时间稍微分开一点，就是如果我这个星期有3天的晚上都要去大吃大喝，那我剩下的4天我就会尽量少吃一些，然后让自己平衡的移一些 quota 给这几天。OK，对，但是如果我建议就是还没有开始减肥的朋友，第1个月就前21天我们刚刚讲到是最重要的时间，那我其实是建议你从假期之后再开始，因为就不要挑战人性，你在这个时候开始，你就会导致自己更快的放弃，然后对自己更没有信心。其实你人生这么长，也不差这1-2个月。所以知识点来了，春节之后再开始减肥吧。对，春节之后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的时间。我当时选择7月1号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7月1号是香港放暑假，然后放暑假的时间呢，就是很多的家庭都会出去玩。那我当时周围的朋友很多也都是妈妈，所以从7月1号开始约我吃饭的朋友也是骤减，因为大家都出去旅游了。那我那1个月就是可以完全躲在家里，就是躲避任何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聚餐。等我真的1个月以后，我自己的自制力各方面都已经明显提高以后，我再出来吃饭就没有那么恐惧了。非常有道理。那你在这个减肥的历程中，其实2年半也是挺久的时间了。你刚才也说有经过了非常多个瓶颈期，有没有哪一刻你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无法突破的瓶颈期，然后导致进入了低谷，或者是你想要放弃这件事情？有的，有的，就是刚刚我讲的这种瓶颈期，其实每到一个瓶颈期的时候，我觉得在数字上，我都跟自己讲，我应该就是到底了，我的体重可能就是这样了。但是呢，还是回到刚刚说的，因为我改变的是生活状态，所以虽然我会觉得数字上已经停了，但是我的生活状态是没有停止的。反而导致最后回看结果，我还是体重在经过了1个月、2个月的瓶颈期以后，会慢慢再往下降，是因为我并没有停止我认可的这种可以持续的生活状态。包括我现在，我是觉得我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体重了，但是我还是会继续我的这种生活状态，我不会去大吃大喝，我不会在我很开心去喝一杯奶茶奖励自己，因为喝奶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奖励了。可能我现在会更开心的是我去做一件事情奖励我自己，或者是我去买一件新的衣服，然后你看到你自己状态很好的情况下穿进这件新衣服的那种奖赏的感觉，所以就会很难再反弹到过去。你刚才说到衣服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当我意识到你2年之内瘦了这么多的时候，是你突然告诉我你有10几条牛仔裤太大了，需要去改的时候。是的，是的。我还有一个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每一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你吃的东西的情况下，还有就是你身上囤积脂肪的部位是不同的。你刚刚的这个例子就让我想到，我其实一直是一个下半身不太长肉，上半身很长肉的苹果型身材的人。所以当我减肥的时候，其实反而是我不怎么长肉的下半身，就是我的腿和腰是最先瘦的。所以其实在我最开始可能瘦了5到6公斤的情况下，我的上半身是纹丝不动，因为我的脂肪本能的囤积都是在上半身。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绝望的，我就会觉得可能我的手臂这辈子都是这样了，我现在已经减了这么多了，我的手臂也没有瘦下来。但后来我发现这就是一个周期，
你人在减肥的时候，一定是先消耗你最不囤积脂肪的地方，就是你想要减掉的部位，一定是最后才会开始有变化的部位。但是当我减到10公斤的时候，我没有做任何额外的努力或者运动，我的手臂自然的就开始瘦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在减肥过程中可能会让很多人突然放弃，就是你如果是一个结果为导向的减肥，当你看到这个结果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就是会很容易放弃。但是我是想跟大家讲，你只要坚持下去，就只要你相信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对你是有利的，那你最后一定会瘦下来。有道理。所以其实我相信步步说他是苹果型身材，但是我可能觉得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梨形身材，就是脂肪更容易囤积在腹部呀、臀部啊、大腿这种地方。比如说我自己，就是你可能刚开始减肥一段时间，这些地方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但是这也不一定意味着这个方法是不奏效的，也许你就是需要时间，再慢慢的让身体适应你新的生活方式，然后它最终就是会减到你真的容易囤积脂肪的地方。对，那我们知道很多女生在减肥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困扰，就是有些减肥方式可能会打乱她们的生理周期，让她们的这个激素分泌有一些紊乱。那你在你这个减肥的过程中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吗？或者对你身体其他的健康因素有什么影响呢？因为我这次是一个非常长期平稳的减肥方法，所以呢，我的生理周期是完全没有被打乱的。可是我每一年都会去做体检，然后这一年的体检报告呢，就说我的尿酸是偏高的。我还记得当时营养师打电话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在生酮？我当时就觉得，诶，我完全没有在生酮，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后来我意识到，因为我的饮食结构本身就很像生酮，因为你不爱吃甜的。对，因为我不吃甜食，然后呢，我也不太爱吃水果。对，所以呢，营养师就告诉我，那就是因为你其实缺少了这一些东西，所以后来我就有专门恢复一些，比如说吃一些粗粮，然后保证我吃一些水果，还有补充一些维生素。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坚信的是，减肥最终的目的是少吃，但是不是不吃，就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你完全的不吃，你是可以吃的，只是你的量非常非常的少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就是尽量做到一个营养比较均衡，就是比如说我中午如果吃的是只有肉的，那我晚上就一定会补一些粗粮回来。如果我最近是大吃大喝了，那我下一顿就一定会补很多的蔬菜，就是你还是要达到一个营养很均衡的状态，只是说总量上你把每一样都减少。所以就是这三大我们叫的宏观营养元素，就是碳水化合物、脂肪和纤维，就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对，你要在这个对你合适的比例上总量缩小。是的，我当时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很喜欢吃一家汉堡叫 Shake Shack，就是我真的非常爱，对。然后我那个时候的办法就是我还是很想吃它，我就跟自己定这一周我就是可以吃一次 Shake Shack。但是呢，当我买到那个 Shake Shack 的时候，我就直接把它切一半，一半直接进冰箱。所以当我只对着一半的时候，我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欲望。但是那个汉堡里面其实碳水蔬菜其实肉都有，对，还有奶，对，其实都有。所以我当时就吃一半。就是你如果是对着整个一盘你全都吃下去，那你当然是受不了。那你另一半什么时候吃呢？我就隔一天，然后而且加热以后它没有那么好吃了，所以你就更不想吃它了。这个办法确实不错，难怪我有时候会在你家的冰箱里看到一半的奶茶。对对对，奶茶也因为我是很爱喝牛奶的一个人，我其实在整个减肥的过程中，我唯一完全失败的是我没有办法减少喝奶茶和咖啡，因为我咖啡里面也加很多的奶。那我的办法就是，当我买了一杯奶茶以后，我就只倒一半出来，另外一半我立刻把它放冰箱。就是你喝完这一半的时候，你的满足感已经有了，但是你其实不会过量的再去享受这个东西。对，这也是一个知识点，大家可以记下来。因为真的只有第一口才是给你提供多巴胺的，后面的每一口都只是一个惯性，而惯性是可以停止的。对，说到这里啊，我想插入几个那个知识点，就是关于我们常见的几种神经递质，就是多巴胺、内啡肽、血清素和催产素。
多巴胺呢，就是驱动我们去寻求奖赏，比如说吃到甜食或者喝到奶茶那一瞬间的快乐，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容易产生耐受，就需要不断的刺激。内啡肽呢，就是在我们经历过一些不那么舒适的场景之后，比如说运动之后，会释放的一种天然的镇痛剂，它能带来持久平静的愉悦感和成就感，是长效的。血清素是与情绪稳定、满足感和睡眠质量息息相关，而催产素呢，则源于爱、信任和亲密的社交连接，也被称为拥抱激素。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短视频为什么容易上瘾，就是因为它会给你带来大量的短效的多巴胺刺激，让人欲罢不能。其实食物也是这样的，哪些食物最容易带来短效的多巴胺呢？比如说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食品，像薯片呀、曲奇饼干呀，还有奶茶和我们最爱的快乐肥宅水。他们吃和喝的时候是非常爽的，但是呢，当你吃完喝完，就会发现身体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负担和带来了一些负能量。我其实想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身体给你的信号。就当你吃完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如果出现非常大的负罪感，其实就是说你身体也知道这个就是多巴胺，你是不应该吃它的，但是你是为了一时的爽而吃了。就是这个东西你都不需要真的去查，你吃完那一瞬间的感受，那个就是多巴胺。对，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常说我们需要去戒断这种短效多巴胺，不要看短视频，要多看长视频或者是多听播客。其实在饮食上也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去戒断那些只能给自己带来短效多巴胺的食物，而去多吃多做一些能够给你带来内啡肽、血清素和催产素的事情，比如一次酣畅淋漓的运动后内心的充实，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散步带来的宁静，或者是一次与好友开怀大笑的深度链接，这些体验才能给你带来一种更深层、更持久、更高质量的复合性快乐。这个说的非常好。就回到刚刚说社交吃饭的这件事情，我到现在呢，我会在吃饭的这种饭局上更注重这个饭局本身跟朋友之间聊的话题，或者是遇到的人和事，然后更淡化我吃的这一口东西当下带给我的爽感。这样你慢慢的就会没有那么抗拒我出去社交，但是同时你又不会暴饮暴食。非常感谢布布今天的分享，我觉得他的这个减肥的经历和方法都是非常给大家带来启发的。那节目的最后，我也想推荐一本书给大家，是我最近很爱读的，叫做 Glucose Revolution 血糖革命，是一个在 Instagram 上有900万粉丝的营养学家写的。他其实就介绍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减肥的方法，就是你还是吃原来你吃的东西，只是调换一下顺序，就是先吃菜，然后吃肉，最后吃碳水化合物。这种方法呢，是可以帮助你让你的血糖变得平稳，而不是高起高落，像过山车一样。不稳定的血糖才是带来你情绪的不稳定以及不稳定的食欲的元凶。那我想问一下布布了，你在减肥的过程中有看过什么书给你非常大的启发吗？好问题，我看过小红书。OK 对，我在小红书上就是看过各种减肥的方法和视频，我真的是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试过很多不同的方法，才最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就多尝试，因为适合每一个人的方法真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也要给自己时间试错，给自己试错的机会，然后找到让自己舒适的一个方法。对，我们2025年的节目最后一期就到这里啦。如果你有关于减肥的心得和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具体的讨论。请关注订阅他的下一章，我们的节目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和 Spotify 都是同步更新，视频版本也会发布在 B 站和 YouTube。更多互动请添加我们的微信群。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2026年再见啦，再见。
哎，Lila，那你刚刚说那个方法有效吗？我觉得有效哎，我就试了1个星期，还真的瘦了2斤。哇，不错啊！对，可能过半年可以给大家一个 update。对，希望不会反弹。